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守护灵在近期想要告诉你们的事情，给你们的指引。那在我们面前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那么第一组牌的话，首先我看到了一张 tied up，all tied up。我觉得守护灵能够感知到你们现在的一个状态，就是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困住了一样吧，自己的思维或者说身体被困在了某个地方。当然呢，有可能是你们自愿被困住的，被内心当中的某种执念给困住了。所以这张牌给我一种有心无力的感觉吧。而且呢，可能你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它是缺乏活力和能量的。你们在这个环境当中，你们的这种热情啊，对生命的那种期待和活力在不断的被磨损和消耗。甚至有的人可能会有一种认命的感觉吧，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有点破罐子破摔。但是这种能量状态的话，我觉得守护灵想要告诉你们，就是在这种困境当中，一定有某种能量它是被压制的。这种被压制的、被压抑的能量，它是不会凭空消失掉的。其实你们是在等待一个契机，一个人生的突破口。所以守护灵看到的是，你们其实没有真正的躺平或者说摆烂，你们只不过现在把自己蛰伏起来了。你们的内心深处并没有放弃自己啊，只是在等待着一个机会，一个一飞冲天的机会啊。守护灵想要告诉你们，这个机会啊，或者说能够让你们摆脱困境的机会，其实没那么遥远。你们现在的等待，或者说所承受的煎熬，在未来来看，它都会是值得的。所以说在当下的话，也不要放弃努力啊，因为你们所有的努力都会被沉淀下来，人生本质上也没有白走的路，把它看成是对你们自身人生的一种力量，它是你们成长的一种邀请啊。那么圣杯六这张牌呢，我觉得是守护灵的一个建议或者说指引吧，就是要去主动的寻找一个伴侣，或者说能够和你们并肩而行的伙伴啊。这张牌它强调的是一种陪伴的力量，你们在这个世界上需要有某种牵绊，可能是养一只宠物，或者说有自己的孩子，有一种生命的延续，它会让你们摆脱生命当中的那种空虚。或者说这一张牌，它也是想要提醒你们要珍惜现在就在你们身边的人或者说宠物，它能够给你们一种守护你们的力量，它是你们怎么说呢，情感上的一种寄托吧。不要忽略这种陪伴啊，这种珍贵的信任和情感弥足珍贵啊。这张 financial constraints 啊，我觉得可能守护灵看到的是你们正在经历着某种财务上面的困境，可能有的人会有一些负债，或者说正在经历和遭受着一些某种入不敷出的财务困境吧。我觉得这张牌想要告诉你们的就是，你们现在所经历的这种困境，可能是由于你们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狂奔，所以导致自己的投入和回报是严重不成正比的。我觉得这张牌可能也暗示着一个身份或者说发展方向的转变啊，就是人挪活，树挪死。你们现在的这种财务或者说金钱上遇到的困境，它可能只是一个结果，或者说它是某种思维的投射，因为你们之前做出的错误的决策，导致你们现在陷入到了这种财务的困境当中啊。所以说，你们现在真正要做的，绝对不是拆了东墙补西墙，而是要深刻的反思和总结自己过去犯过的错误啊。但是呢，我觉得守护灵想要告诉你们，你们依然有能力去修复这个错误啊。只不过你们现在可能会被一种凡事都来不及的绝望感所笼罩和包围，导致自己行动力低下。但是这组牌你们现在只是陷入到了某种困境，但是其实还没远远没有到绝境，就是很多事情它依然是有回转的余地的。
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这种物质的财富啊，它本质上是我们思维层面的一种投射。我们的思想越丰富，我们能够拥有的物质财富也就越多。所以说，不要把关注点放在物质本身，要改变某种僵化的思维模式，要灵活变通，善于观察和总结，去学习某种前沿的商业知识，提高自身的认知，掌握其中的规则，才能够根本意义上的解决问题啊。这个 Goddess of the Moon 月亮牌啊，月亮女神和女祭司，我觉得这两张牌的话，我觉得似乎守护灵看到了你们身上所拥有的某种宝藏般的天赋，但是你们可能一直都在浪费着这种天赋，或者说你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它压抑了你们自身的天赋，要么就是你们忽略掉了这种与生俱来的馈赠啊。你们的身上有一种精神层面的感知力啊，内心当中有一个声音在指引着你们，不要忽略这个声音，因为这个声音它会指引着你们走上人生的那条必经之路啊。可能你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也有太多的噪音吧，你们被一种大环境的力量所裹挟着往前走，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去主导自己的人生啊。所以这张牌提醒你们要正视自己内心当中那个声音，那个声音让你们去做的事情，它呢才能够赋予你们价值感，才能够给你们最大的回馈。也就是说，你们的行动和想法一定要保持一致。可能你们现在的行动和想法是割裂的，你们想往东走，但是你们可能会被大环境裹挟着，不得不往西走啊。它会导致你们产生自身内部的一种分裂。抽到这两张牌，我觉得守护灵想要告诉你们，要统一自身的想法和行为。你们怎么想，你们就怎么去做，不要在乎环境对你们的影响。宝剑十呢，我觉得这张牌守护灵想要告诉你们啊，轻舟已过万重山，倾向于认为啊，这组牌倾向于认为你们已经熬过了人生的那个至暗时刻了，就是它是有一种登高远望、展望未来的感觉啊。你们现在可能是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非常关键的阶段啊，它会有一个能量和身份的过渡。你们之前似乎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啊，就是在这一整年当中，你们的人生密度是很大的，可能也会经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挣扎、纠结和彷徨。这张牌就是守护灵想要告诉你们，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关关难过关关过啊，步步难行步步行。这张牌它就是有一种格局打开的感觉吧。你们在无形当中啊，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啊，同时也拥有了一种能够放下一切的勇气和魄力啊。它是一种在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之后所自然而然的产生的一种从容和松弛。你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其实本质上最终都会变成你们人生的注脚，那些苦难最终也会变成你们的勋章。相信总有一天，你们能够笑着讲述那些曾经令你们悲伤的瞬间和那一段难以想象的孤独的旅程啊。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 Angel of Strength 啊，可能你们我觉得守护灵是想要提醒你们，你们身上有着一种力量，但是呢，它是伴随着一个过渡的，就是你们可能有的时候会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一部分自我正在逐渐的枯萎，但是这张牌告诉你们，你们身上还有另一股新生力量，它正在滋生、成长，接下来会有一种喷涌而出的生命力。而这张力量牌就是说，可能会体验到一种起死回生的感觉啊，在精神层面上啊，就是当你们感觉自己灵魂被抽干的时候，会有一种全新的力量正在孕育啊，似乎有一个新的自我正在诞生，而那些旧的结束也会迎来新的开始啊。这张牌我觉得守护灵想要告诉你们，不要放弃对于生活的期待。你们可能不喜欢这个世界的绝大部分东西，但是总会有一小部分美好能够留住你们。那我们还抽到了一张很特别的牌，就是 Knight of Cups 啊，圣杯骑士。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话，可能你们对于感情已经不再抱有任何的期待和幻想啊，有一点悲观和消极，
封心所爱，但是你们也曾经赴汤蹈火，为了爱情死去活来，但是经历了一些挫败之后，可能很难再去那样了，有一点慢慢的把自己变成了一座孤岛，或者说失去了再次开始一段关系和感情的勇气。但是我觉得这组牌守护灵告诉你们，前面还有一个人在等着你们啊，也就是说，有一个人可能在未来在那个地方等着你们回心转意啊。这组牌的话，我觉得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可能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啊，有一个人他对你们有所亏欠，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存在着深深的遗憾啊。但是这个人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又有着某种不可磨灭的烙印和痕迹，所以说这个圣杯骑士在前面等着你们的人，就是你们两个人兜兜转转一大圈之后，可能又会和彼此重逢，然后冰释前嫌啊。圣杯骑士我觉得它是有一种破镜重圆的感觉，又或者是失而复得，你们失去了某段关系，然后又会以一种全新的秩序和形态和某个旧人建立一种全新的关系模式啊，你们会从中得到救赎和重生啊。在你们命运的剧本里边呢，所有的一切都是有始有终的。在经历了轮回和循环之后，会回到原点啊。在你们的命运的剧本里边，能够容纳所有的不期而遇和久别重逢。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啊！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权杖侍卫啊，我觉得这张牌是在告诉你们，你们现在要放松，放轻松，深吸一口气，抱着一种体验和游戏的心态去做事情，或者说发展一段关系，会事半功倍。就是如果你们太过于小心翼翼的话，反而会被卡住。这张牌就是守护灵想让你们去放轻松，你们现在可能就是嘴上说要享受生活，但是整个人无法放松。这个过程就好像是什么呢？比如说你们在游泳的时候啊，就算没有什么依托，但是只要你们能够深吸一口气，足够放松，整个人也是可以浮起来的。但是你们整个人如果说越紧张，越是想要拽住什么，越是胡乱的拍打水面，你们就越有可能会呛水，会沉下去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张牌其实是在告诉你们，接下来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个娱乐活动，给自己放一个假，做任何能够帮助你们放松下来的事情，它会有利于你们接下来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或者说有利于提高你们自身的工作和学习的效率啊。那么第二张牌呢 Death and Rebirth， 指导灵想要告诉你们的就是不要害怕结束啊，因为旧的结束会带来新的开始。如果你们总是害怕结束，那么可能你们就会永远的被卡在过去，永远的活在过去。所以说要勇敢的结束，勇敢的告别啊。死神牌我觉得它是有一种坚定的决绝的想要去拥抱未来新生活的一种决心吧，就是谁都不能够阻挡你们对于拥有美好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坚定的决心和憧憬啊。死神牌它也有一种势如破竹的感觉，就是说你们只要足够坚定，足够坚决的话，那么一定是能够心想事成的。在实现某个目标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犹豫和摇摆，要清醒且情绪稳定啊。死神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张牌我看到的是有一种无情的感觉，类似于无情才能够上岸，把自己从某种泥潭里边抽离出来，不再和没有意义的人和事去纠缠，不再让情绪干扰你们，眼神开始变得坚定。第三张牌的 Moon， 我觉得指导灵想要告诉你们的事情就是要好好睡觉，认真休息啊，保证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效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晚上不要熬夜。我觉得月亮牌的话，可能你们潜意识里边有很多的思维模式受到了原生家庭的影响，
或者说当你们有些事情遇到阻碍，推进不下去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们身上的那种原生家庭的思维影响了你们，所以说要切断这种你们和原生家庭的在潜意识层面、思维层面的连接，才能够让一些事情或者说一些关系变得更加的顺利。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自己走向独立的一个过程，拿回人生主导权的一个过程啊。可能是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遭受的某种创伤，让你们在开启一段关系，或者说推进一些事情的过程当中，这种创伤会投射到你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或者说发展的关系里边。你们最终一定是要克服这种恐惧，才能够成长的。那么宝剑六的话，我觉得守护灵想要告诉你们的是，近期最好不要一直待在一个地方，或者说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啊。宝剑六它是有一种物理层面的移动的，就是要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定期的重置、清理，还有初始化的过程。无论是独处还是旅行，去做一些平常不会做的事情，去一些平常不会去的地方，甚至某一天可能不和外界有任何的联系，它能够让你们从一种责任的状态当中摆脱。它也是有一种暗示的，就是当你们动起来的时候，生活才会变好，让自己的生活开始流动起来，不仅仅是要去到新的地方，见新的人，执行新的计划和想法，而是一旦你们开始让自己的生活流动起来，运转起来的时候，那么这个生活一定就会变好。只要你们往前走，就一定会看到路啊！要相信冥冥之中有某种力量在牵引着你们，所以你们永远都不会迷路啊。而流动的过程也会带来新的机会和可能性。那么这张 Traveler Moving a New Direction 啊，我觉得这张牌可能守护灵想要告诉你们，不要陷入到某种无意义的内卷的竞争当中啊。可能是你们要选择一个新的人生方向了。这意味的是你们可能会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与众不同的道路，或者说你们有自己人生想要追求的东西，只不过现在迫于现实的压力，在不得不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情。那么这张牌呢，守护灵想要告诉你们的就是，只有去照着你们内心当中最想要做的那个事情的方向去推进，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给你们一种价值感。第二张牌是 Let go of the need to be right。你们不需要事事都追求一种绝对的正确。我觉得现在你们的恐惧来源于你们害怕做出错误的选择，但是人生路上的那些失败和所犯过的错误，在经历过以后才知道正确的道路应该是以怎样的形态存在的。所以说在某种层面上来说，失败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你们是不可能绕过他们的。可能就是绝对的如果说你们要绝对意义上的避免错误，可能也同样的会同样也会避开成功。就是成功是无法离开失败而独立存在的，所以不要害怕犯错。要勇敢的去犯错，甚至是主动的犯错，越早犯错越好，因为你们越早犯错，就越能够从中吸取到某种教训，并且知道正确应该是以怎样的标准和形态存在的，这能够修正你们自身的某种价值观。所以说要放下对于犯错的恐惧，不要追求绝对的正确，或者说绝对的错误啊！你们只需要按照内心当中的感受去行动就可以了。我觉得这张牌的话，可能我觉得你们是有一点完美主义的吧。这个完美主义其实有时候才是最容易放弃的。但是当你们害怕犯错的时候，你们往往会错过很多真正的通往成功的机会啊。那么第三张牌是 Take charge with authority 啊，要做自己的主人。要做自己意志的主人，就是要有意识的去主导自己的生活。它其实是一种彻底的独立。因为这组牌我们刚才抽到的那张牌啊 Moon， 就是你们和原生家庭有着某种
关联，可能说你们的思维模式，或者说你们的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深深的依赖存在的，这会阻碍你们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独立和成长的过程啊。所以说要开始学着自己去拿主意，自己去做决定，并且呢，这个 take charge with authority 就是你们要开始做时间的主人，你们要有能力、有意识的主动的分配自己的时间到那些你们真正想做的事情里边。当你们开始主动的支配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啊，你们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平淡的生活当中所喷涌而出的力量。至于那些焦虑和不安，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就会烟消云散啊。那么第4张牌呢是 Wait for important information 啊。我觉得这张牌想要告诉你们，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很重要的消息会到来，可能会发到你们的手机上，以任何的形式。你们要保持对于信息的关注啊，保持耐心，可能是某种邀约、工作机会，或者说有些事情的发展来到了一个转折点啊，会有一些里程碑式的成果反馈到你们这里。这种信息它必然会成为你们接下来人生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啊。当然这张牌它也是有一种心想事成、得偿所愿的暗示，就是你们内心当中所渴望的那件事情可能近期就会发生。而且呢，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心想事成本质上是你们内心的极度的渴望，因为内心不渴望的事情是不可能会靠近你们的。但凡一件事情你们在缩短和它的距离，一定是因为你们内心当中极度的渴望。所以说要相信执着和专注的力量。当你们的心在呼唤着什么的时候啊，其实那样东西就是在无形当中向你们靠近的。在运用吸引力法则的过程当中，你们要把那种感受牢牢的记住，就是渴望某种东西的感受，这样你们就拥有了实现任何愿望的能力。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啊。首先这个权杖9这张牌的话，我觉得可能你们现在这张牌的话，你们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又在观望着什么，好像期待着什么东西能够降临到自己的身上。这张牌的话，其实你们现在会有一点犹豫和纠结，可能想做一个决定或者说改变啊，但是又有一点瞻前顾后。这张牌我觉得守护灵感受到的能量啊，它是有一点过度的谨慎、小心翼翼，不敢改变，但是又心怀期待，这样的一种非常矛盾又纠结的心态啊。但是呢，你们内心当中的这种渴望将会变得越来越强烈，因为你们内心当中有一团火焰啊，代表的是你们内在的某种渴望还没有被熄灭，就是你们不会允许自己这样一直麻木下去啊。我觉得从这张牌守护灵感受到的能量就是你们可能会用冷漠和麻木来伪装自己，但是呢，内心当中的这团火焰可能意味的是接下来会有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啊。你们内心当中的，其实我觉得这组牌的话，你们内在的这种热情，对于未来的期待和憧憬，它是不会被现实所浇灭的。守护灵其实想要通过这张牌告诉你们，在你们的人生当中，一定要学着去爱着一点什么东西，因为它能够让你们变得坚韧、宽容和聪明。所以说呢，我觉得可能你们要非常坚定的做回那个纯粹的自己，整合过去的自己的这种生命的经验，还有人格当中那种持续的生命力，这样你们就会重新找回生活当中的热情和意义啊。并且呢，它是要大胆的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啊。你们现在可能在某种乏味的生活里边有着
很强烈的一种倦怠吧，每天都在重复着相同的生活。所以这张牌的话，我觉得你们要把人生当成是一场伟大的冒险，要永远年轻，永远热情，要与众不同，要敢于做梦，要敢于去追求自己的某种梦想啊。所以说我觉得首先这组牌的话，第一张牌权杖9，那么这意味的是你们接下来这种生活的平衡可能会被打破，源自于你们内心当中的那种强烈的渴望。那么守护灵其实是想要告诉你们要勇敢的去追寻自己内心当中的那种渴望，那种感受带给你们的指引。那么第二张牌是力量牌啊，力量牌的话，我觉得可能这张牌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可能守护灵想要让你们感受到自己内心当中的那种非常狂野的一面吧，就是另一个自我。你们的另一个自我似乎正在涌现出来它是有一种，我觉得你们呈现的这样的一种形态或者说性格会发生一个极致的转变。你们内心当中似乎是有一个很狂野的灵魂，但是会害怕格格不入而隐藏那个自我吧。我觉得可能是这张牌让你们去释放内在的这样的一种野性，它会带来一些侵略性，但这种野性能够帮助你们争夺到更多的资源啊。它是有一种强烈的竞争意识在里边的，就是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你们要去抢，而不是等。你们之前可能一直都是柔弱且被动的，但是你们会改变自己的这种形态吧，就是它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种生物的特性，开始变得主动且具有侵略性，敢于拍桌子，敢于拿主意，敢于去追求正视自己的欲望。或者说这种竞争意识它能够让你们提前适应某种弱肉强食的社会，或者说提前适应某种非常内卷的竞争，并且呢，这种意识能够让你们获取到某种先发优势，能够提高你们在行业当中的这种核心竞争力，从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让某种利益或者说资源为你们所用，向你们倾斜。那么第三张牌是审判牌啊，审判的话，我觉得可能这张牌是指守护灵想要告诉你们，你们近期会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受和体验啊，有一点像是那种灵魂出窍、灵性的飞升，感受到自己的灵魂升华，来到了一种全新的思想境界。可能近期的话，你们要去有意识的去感受自己在精神层面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的变化，并且去记录生命当中的那些感受。你们可能会把过去的那种创伤通过创作，通过感受升华，在记录你们自身感受的过程当中啊，你们自身会得到滋养、沉淀，内心当中的负面能量和情绪会得到释放，会逐渐的开始感受到生命的伟大和美好。尤其是在经历了一些人生的起伏之后，你们会重新开始审视自己，会有一种全新的体验和感悟。近期你们可能会感受到自己的这种灵性和智慧喷涌而出啊，整个人进入到了一种全新的境界里边，可能还会有非常流畅的表达和创造力，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容光焕发，返老还童，类似于这样的一种非常奇妙的生命体验，有一种全新的能量，它会注入到你们的生命当中。那么宝剑2的话呢，我觉得这张牌你们要有一种保护自己的意识，要有一种边界感，因为如果你们没有边界感的话，任何人和事都能来影响你们，会有一种任人宰割的感觉啊。守护灵希望你们可以保护好自己，就是有意识的去屏蔽掉一些人和事。在你们的环境里可能会有很多的干扰和噪音啊，当你们屏蔽掉他们，或者说你们要做到起码不被这些噪音所影响所裹挟，可能你们自身就是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吧，并且呢，当你们屏蔽掉这些噪音之后，你们才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要太过于在乎周围人对你们的看法。这张牌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暗示吧，就是可能近期的话会有过去的人
重新出现啊，会打乱你们的节奏啊。就是说，我觉得旧的人就让他永远的停留在过去吧。如果说有旧人会联系你们的话，可能也是不能够被这些消息所影响到，就是你们还是要执行自己原有的计划。所以说这张牌就是索性把眼睛蒙住，眼不见则心不烦啊。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如果能够屏蔽掉干扰的话，你们的学习和工作效率就会非常高。所以我觉得这组牌我有一种隐约的感觉，就是你们现在在准备着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可能是一个考试或者说一个项目。所以说当下是最需要你们全力以赴的时候啊，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消息或者说事情会干扰到你们，这是提醒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全身心的投入其中，要有意识的去屏蔽。而且呢，可能这种干扰也会来自于你们身边的这种电子产品啊，就是要把那些会分散你们注意力的东西，比如说手机啊这种电子产品束之高阁，这都能够帮助你们去全身心的准备一件事情。因为这组牌的话，我们抽到了一个 Lady 啊 ，Enjoy growth and reap rewards。所以说，我觉得这两张牌的话，如果你们现在在准备着某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么这张牌就告诉你们，守护灵告诉你们，你们接下来将会迎来一个收获的阶段，会有一个高速增长和发展的窗口期啊，一个红利期会向你们敞开。Rewards 就代表的是你们会收获到一些奖金，或者说在一个竞争当中脱颖而出，拿到一个比较靠前的名次，收获到某种奖励。这意味的是你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开始收获的阶段了。第二张牌是 Protection 啊，有一种很强的保护你们的能量，守护灵在以某种方式庇护着你们，你们只需要放心大胆的往前走，宇宙会接住你们。可能还会给你们开辟出一条非常安全的能量场，把你们保护起来的感觉啊，就是可能即使你们现在在做一些有一些风险的事情，但是最终这些事情它也会能够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所以说我觉得这组牌的话，你们可以在做决策的时候可以提升自己的风险偏好，因为有这个宇宙的能量啊，守护灵的能量会保护着你们，最后安全的落地。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 Arrow 啊，它带着一种强烈的穿刺穿透的这样的一种属性，就是说接下来你们会在这种能量的庇护之下，很顺利的势如破竹的完成一些事情，可能是一口气会把之前拖延的事情或者说棘手的问题全部解决掉。所以说这组牌你们的这种犹豫和观望，其实就是你们的这种困难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难啊，它可能更多的是你们想象出来的，因为真正的恐惧并不来源于问题本身，而是来源于你们的想象。很多问题看上去来势汹汹，其实是在虚张声势。当你们能够真正迈出那一步，尝试着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被解决了一半了。那么 Winter 这张牌呢，就是在寒冬当中反而会激发出你们的斗志啊。那么这张牌守护灵想要告诉你们，有的时候可能你们把自己置身于某种充满挑战的环境当中，反而会让你们逆势崛起。但是你们呢，在顺境当中就容易躺平，逆境当中会崛起。你们是那种遇强则强的类型，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组牌里边的话，你们需要让自己在一个，可能说你们需要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环境当中成长这种成长对你们来说是最有利的。而且呢，这张牌狼它是有一种专注力的，就这组牌的话，守护灵是想要告诉你们要有一种聚焦的能力，不要三心二意，聚焦于核心目标那个最重要的事情。这种专注能够带来一种生命的极致的挥发，反而会构成一种和谐的内在秩序啊。
一旦当你们开始专注的时候，你们的生活就不再是碎片化的，不再是3分钟热度的，会体验到一种身心灵合一的精神升华。你们的大脑会变得无比的清晰且清醒，并且井然有序的思想会控制自己的行为，整合自身的生命啊，就会发现啊，你们身上的这种专注和聚焦，能够让你们整个人变得不可冒犯、不可诱惑以及不可动摇。这个时候你们的身上就具备了某种迷人的特质，而这种特质就是能够让你们过上任何你们想要的人生。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